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Water，好久不见了。因为现在疫情的期间，实在有点难拍片啦，所以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当然，我也会尽力找个机会或是一些办法来拍一些影片。相信大家现在在疫情期间，应该蛮多人跟我一样会在家里自己煮东西的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烦恼，就是当你去市场或是超市买调味料的时候，都会看到一些特殊风味口味的盐巴，但是你会看到那些盐巴小小一罐，就超级贵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自制风味的盐巴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我这次决定来制作薰衣草跟蝶豆花口味的风味盐，所以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薰衣草、蝶豆花、食盐跟饮用水。接着我们来制作蝶豆花水。我使用这种卤包袋，里面放入蝶豆花，这样到时候我们才不用把蝶豆花从水里面捞出来。那我们就把它放进去，我们用热水煮，把颜色煮出来之后就可以了。现在水都已经煮沸了，热腾腾的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卤包拿出来，接着少量的加入食盐，加入后搅拌。我们这个步骤就是边加热边搅拌。我们要来制作一个饱和溶液，当你看到食盐加入之后完全溶解掉的时候，就再继续加入食盐。加食盐加到底部有一点食盐溶不掉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停止加入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先持续加热一下，确认一下这些食盐会不会再被溶解。如果会的话，你就必须再加入。当你的食盐加热一段时间之后也无法溶解的时候，就完成了。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倒出器皿吧。倒出器皿后，因为刚才溶液里面有一些未溶解的食盐，这样会影响到时候做出来风味盐的样貌，所以我们稍微把食盐过滤一下。如果没有咖啡滤纸之类的，所以我用这个卤包的滤袋，应该也是可以。注意这过滤的步骤要趁热的时候过滤，不然就没有这个效果了。过滤完成了，你看稍微冷却之后，它上面就有一点点结晶出来了。那薰衣草的部分，我们用同样的模式，直接在瞬间做出来一个。好，这两个都完成了。现在它们两个都因为有点热热的，那因为它温度已经没有再像电磁炉里面那么高了，所以它上面都有一点点结晶沉淀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静置，等它冷却。然后稍微放久一点，让它的水分稍微挥发掉一点，这样它的结晶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就可以拿到我们所要的风味盐了。那我们过一阵子再来看看吧。Tomorrow， 哇，过了一天，你看上面充满满满的盐巴结晶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盐之花吗？不过为了让我们的盐巴多产出一点，所以我们继续放久一点，让这个水再蒸发一些。好，放了2天之后啊，它底部已经有沉淀出来了。那我们就是把盐给捞出来，或者是过滤出来好了。好，我们一样备一个桶子，拿来接肉的液体，一样用卤包来接，这样比较快一点。稍微搅拌一下。好，使用过滤的。那如果你们家有咖啡滤纸之类的话，也可以选择使用咖啡滤纸，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。这个薰衣草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有颜色，我原本以为会是一个紫色，或是至少也会是一个，这个算是黄咖啡色。但结晶出来其实还蛮一般的，所以你们看这个结晶还蛮漂亮的，等于在家里可以做盐之花的概念了。我们把水给滤掉之后呢，我们来这个步骤就是用我们的厨房纸巾
把水给吸掉，稍微隔着这个滤带去晒一下太阳，让这个盐巴干燥一下，这样才适合我们使用。另外蝶豆花部分，我们也同样的方法处理吧。然后经过上述简单的步骤之后，我们将盐巴从溶里面捞出来晒干就完成了，非常的简单啊！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个蝶豆花的盐巴整个是蓝色的，但薰衣草这个看起来白白的，我原本以为会是一个紫色或者什么鲜艳的颜色，不过闻起来有薰衣草的味道，还蛮不错的。听说薰衣草有帮助睡眠的功能，不知道用薰衣草盐巴来煮食物的话，会不会有助眠的功能呢？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其实不管是蝶豆花盐，或是薰衣草盐里面都会有一些亮晶晶的地方，还蛮漂亮的。如果结晶好一点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做成我们所俗称的盐之花了。那我这里告诉大家，来制作这种风味盐有2个小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，当你加热完盐巴水溶液的时候呢，记得要过滤。可能用滤纸或是一些比较细的滤网的话，它的过滤效果会比较好。这样除掉它原本溶液里面未溶解的盐巴的话，它到时候结晶出来会比较好看一点点。第二个就是，当你过滤完要等它冷却降温结晶的时候呢，不要把它放在太冷的地方，要让它慢慢的降温，让水分慢慢的挥发。这样结晶出来的效果也会比较好看一点点。如果你要做出很完美的结晶状态的话，就是要过滤掉未溶解的盐巴，跟让它慢慢降温、慢慢结晶，这样做出来的效果会是最好的。那大家在家里有兴趣就可以来制作看看一些独特风味的风味盐巴，像是可以用一些墨鱼汁做的黑盐之类的。欢迎大家以下留言分享给我，你们在家里制作过什么特殊风味的盐巴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这期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追踪我的频道，还有我的 IG 与 Facebook 也记得追踪一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